最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狂打新疆牌，新疆棉花就是其中一张。周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前罕见邀请现场的中外记者观看了2则视频，用最直观的画面证明了在新疆制造动乱、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蓄谋已久的目标。华春莹也正告美方，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当年8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美方导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2018年8月，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前陆军上校劳伦斯·威尔克森在罗恩保罗学院谈到了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3重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遏制中国。他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打击塔利班或是帮助阿富汗进行国家重建，而是希望能够在中亚布局，给中国和巴基斯坦施加军事压力。威尔克森同时指出，中国新疆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地区。美国在阿富汗布局之后，不仅可以随时在新疆地区挑起事端，而且还可以对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施压。Well, the CIA would want to destabilize China, and that would be the best way to do it, to foment unrest and to join with those Uyghurs in pushing the Han Chinese and Beijing from internal places rather than external.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向在场记者展示这段视频后表示，在这出美国导演制作的大片中，美国及其几个盟友国家一些政客，包括一些媒体，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新疆问题绝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而是反分裂、反暴恐、反干涉的问题。美国精心炮制所谓新疆问题，不是真的关心维吾尔族人民，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安全稳定，阻遏中国的发展壮大。作为当年谋划发动美国对外战争的幕后推手，威尔克森的言论颇具代表性。作为鲍威尔背后的男人，当年鲍威尔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掏出一小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粉末，称这是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的证据，并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入侵伊拉克。18年过去，美国依然用着熟悉的套路，只不过将粉末换成了棉花，而现在美国也正是按照当年威尔克森所说的剧本在一步步推进。过去几年，在部分西方媒体、所谓学者、政客的共同煽动下，一个关于中国新疆的巨大谎言在全世界传播。先是让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样的媒体做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然后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粉墨登场，再然后是一些所谓的国际组织发声。等到舆论准备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政府就会跳出来，直接下场，对中国横加指责。因为美国长期是通过军事、金融、价值观这3板斧来横行世界，其中呢，价值观是它的这个开路先锋，军事和金融是手段，但是最终服务的目的呢，都是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利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涉疆问题实际上是它的一个这个抓手，也是它推进在海外利益的这么一个方向。目前呢，就是体现为他利用涉疆问题来打压和遏制中国。华春莹周五再次正告美方，美方导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我要正告美方，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当年8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中国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事实和真相将戳穿所有针对中国的谣言、谎言。美国导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外交部记者会上播放的另一则视频是加拿大视频博主丹尼尔在3月19号发表有关新疆的观点。丹尼尔说，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上基本没有话语权，但是中国的真实情况一定会逐渐传播到西方国家，让他们了解到真实的中国。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给中国泼的脏水，终会有一天反噬自己。We're expected to believe that a population in China that has been growing faster than the majority Han Chinese, in part because they weren't subject to the one-child policy, where they have 20,000 mosques built for them, where their script is written on all the national currency, something we don't even do for our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Canada, where Uyghur kids can get into top universities easier than Han Chinese and have specific halal foods prepared for them in the canteen and prayer areas on campus. We're expected to believe that this population is being eradicated.It's a ridiculous statement, whether it be in a literal sense or even a cultural sense. 丹尼尔今年40岁，在中国已生活12年。因为生意的需要，他曾从深圳搬到香港，后又回到深圳。如今，他在深圳开了一家酒吧，与一名中国姑娘结婚，并有了4个孩子。
近2年，强迫劳动是一些美西方反华势力抹黑攻击新疆的常用借口。对此，法国作家《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近日在接受海外网专访时表示，新疆棉农成了西方谣言的牺牲品。维瓦斯揭露了西方所谓强迫劳动谣言的荒谬。他举例说，他生活在法国一个葡萄种植区，每到收获季节，当地葡萄种植者就会雇佣来自西班牙、摩洛哥等地的葡萄采摘者，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奴隶，而称他们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当同样的事发生在新疆时，西方媒体却说采摘棉花的是奴隶。维瓦斯认为，抹黑攻击新疆的一些西方势力并不在乎什么是真相，新疆牌只是打压中国的一个借口。一些美国企业被政府禁止进口新疆棉花，新疆人民成了牺牲品，强迫劳动等不实言论会让人们对新疆和新疆的劳动者产生偏见。如果新疆棉农不能把收获的棉花卖出去，显然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西方一些人声称要帮助维吾尔族人民，其实是在害他们。去年12月15号 ，BBC 以“中国被玷污的棉花”为题，引用反华学者的所谓研究称，中国正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在新疆地区广阔的棉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显而易见，所谓强迫劳动不过是一种无知且恶意的想象。棉花产业的产业链跨农业、轻工业乃至服务业，复杂但清晰，其中最有可能大量使用人力的似乎就是采摘环节。但在采摘环节 ，BBC 等西方媒体的报道存在巨大的事实错误。他们不知道新疆已实现高度机械化，忙碌的采摘季节根本用不到大量的石花工。据新疆农业部门发布的2020年数据显示，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 69.83%， 其中北疆 95% 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新疆棉花生产早已经实现高度机械化，即使在忙碌的采摘季节，也不需要大量的采棉工。近日，来自新疆的安妮·古丽也在网上发布了视频，向人们展示了目前棉农是如何高机械化采棉的。大家好，我是顾丽，我在新疆。古丽表示，目前用机器采摘棉花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我们看到的这台机器是叫约翰蒂尔，这个呢就是一天能采200到300亩的一个棉花。环球时报的社评指出，新疆是中美博弈点之一，在美方的眼里，新疆议题的发酵空间最大，它的政治牟利线索也最多。拜登政府上台后，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悍然接过了蓬佩奥个人在任职最后时刻强行制造的新疆种族灭绝标签，并且将这一标签正式化，向他的盟友猛推。我们对华盛顿的险恶用心必须高度警惕。美国的这些反华势力，他们大肆炒作涉疆问题，还有包括涉港这样的问题，我们实际上要对这种不良的歇斯底里的反华这种气氛的蔓延，要有一种高度警惕。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有一种这个平常心。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国，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14亿人民的坚定支持，有这个国际上许许多多这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友华正义力量支持。我想我们不应该也不会在这些这个政治打压还有这个攻击抹黑面前有所退缩，因为我们是走在这个正义的这个路上。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围绕涉疆问题的国际博弈仍在持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对英国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而英国外交大臣则指责中方是在制裁所谓批评者。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如果所谓这批评者就是毫无底线的在造谣抹黑，就是滥用人权自由的名义来大肆搞攻击，那没错，中方最新制裁所精准打击的正是英国外相拉布他偷换概念的这些所谓批评者。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蓝天记者会开场有一个特殊环节，特别呢播了一段美国人威尔克森的视频。这位曾经担任前国务卿鲍威尔幕僚长的前陆军上校，他呢在3年前的一场演说中毫不讳言，出兵阿富汗的第3个原因就是呢，中国新疆有2000万维族人。那么中情局要想破坏中国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好这些个维族人。那么之前曾经有美国前驻华大使，他在
共和党内的初选期间公开鼓吹要扳倒中国，就是要从网络上鼓动中国年轻一代，我称之为美国屠龙派的扳倒论。那么在我看来呢，维尔克森他所说的其实就是美方扳倒中国论在涉疆问题上自首式的对号入座。那么请问拉布先生，你对此又如何来回应呢？事实上，英国外相他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中方对应制裁其实是靴子落地。此前呢，中国副外长秦刚在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就英方所谓涉疆制裁严正交涉时就已经预告中方将会有相应的行动。那么从这一份制裁名单来看，延续了对欧盟方面制裁的行动特点，既有个人也有实体，既有嚣张反华的国会议员，又有践踏底线的学界和法律人士。我个人认为呢，对英国最新制裁反制的力度是在强化的，因为上榜者中呢不乏重量级人士和议会机构，包括前保守党党魁、现任人权委员会的主席伊安·邓肯·史密斯，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等等。那么这些人气焰有多嚣张呢？就在英国出台所谓涉疆制裁的当天，邓肯·史密斯他还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他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扬言要联合所谓民主同盟来问责中国。而他文中的一个主要诉求呢，就是要推动英国议会通过所谓对华督查问责的贸易法案。当然了，现在靴子落地，邓肯·史密斯呢，他还在嘴硬，他发推特扬言说，中方的制裁是他的荣耀勋章。那么从现在美西方的舆论环境来看，围绕新疆问题的博弈仍然将会持续，不排除会在特定场景之下还会进一步的激化。好，请管尧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